第18章，坐下后，他递给了我菜单，看看想吃什么。他们家的牛排很不错，还有甜点。闻言，我接过菜单，看着上面的菜品，有些眼花缭乱。我就来一个意面吧。我看了上面的价格，除了意面，其他的都十分昂贵。我欠任一恒的已经够多了，再多就还不清了。任一恒一愣：“你喜欢吃意面吗？”我垂下眸笑道：“喜欢。”任一恒微微蹙眉，而后忽然像是意识到了什么，接着跟服务员点了2份牛排，1份意面，还有黑森林慕斯。你点这么多，做什么会吃不完的？他眼底浮现一丝笑意。明熙，我想让你尝尝他们家的牛排，真的非常不错，你试一下好吗？听到这话，我点点头。让你破费了。突然我的手机开始猛烈的震动，我下意识的去拿，可是手却止不住的颤抖，手机就从手上滑落了。我看着自己的手心间一阵刺痛，我这双手难道连手机都握不住了吗？这时一只白皙纤细的手出现在了我的视线中，任一恒替我捡起来了落在地上的手，他低头一看，朝我道：“是于安的电话。”接着他将手机放到了我的面前，我颤抖地划开了接听键。喂，于安怎么了吗？电话那头传来顾于安担心的声音：“姐，这都快10点了，你们怎么还没回医院？刚刚来查房的护士问了3次了，我前面在网上刷到了，任先生和温思年打起来了，你们没事吧？”闻言，我安抚于安，轻声回道：“于安，姐姐没事，任总也没什么事，打架的事儿是一场误会，但是温思年被任总按在地上打，而按在地上打顾于安十分惊讶，在诺达的 B 市敢得罪温思年的没几个，这个任总到底是什么身份？他担心道：“温家家大业大的，万一他们报复怎么办？姐，你让任总小心点。”听到这话，我垂下眸，这何尝又不是我所担心的呢？我真的不想因为自己再连累到任何一个关心我的人了。温思年要是时再想报复，那就冲我一个人来。想到这里，我攥紧了手，嘱咐了弟弟几句后，我就挂断电话户。我担忧地看向任一恒，经过10年前的事儿，我不想任何人因为我而受伤。我看着他担心道：“一恒，今天的事儿，温思年不会放过你的。温家在 B 市盘旋已久，你小心些，实在不行就离开 B 市吧。”我不想。我话音未落，任一恒却打断了我的话：“不必担心，区区温家而已，不足为惧。”任一恒却朝我安抚地笑了笑。听到这话，我眼底都是震惊。他说区区温家，一时间我分不清，他是在吹嘘还是真的，但是我更愿意相信是后者，因为他浑身散发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贵气。看着他，我脑海中浮现了一个人，鬼使神差的我居然把这句话说了出来：“任总，你有点像我一个朋友。”第19章，任一恒眼底闪过一丝诧异，随即轻笑一声：“哦，我很好奇，你还有朋友吗？”我一噎，讪讪道：“其实也不能算是朋友，准确的说是我认识他，但是他估计连我是谁都不知道。”说到这里，我心中涌起一丝失落。他眸色晦暗，刚想说什么，这时服务员将牛排端了上来：“2位用餐愉快。”任一恒率先将我那份牛排接了过去：“跟男士一起用餐，哪有让女孩子自己切牛排的道理？我来替你切。”听到这话，我心中一暖，因为我的手怕是也很难切断牛排了。谢谢你。任一恒切牛排的动作真好看，优雅而熟练，仿佛是在做一件艺术品。我托着腮，就这样静静地看着他。任一恒长得可真好看，他的眉骨线条清晰，山根高耸，鼻梁挺拔，五官轮廓鲜明而立体，自然而然地散发出一种芝兰玉树般的高雅气质。不做表情时下垂眼和泪痣自带淡淡的忧伤。这时任一恒突然抬眼对上了我的视线，我心瞬间漏跳了半分，连忙向下看去。任一恒疑惑道：“你看着我做什么？我脸上有东西吗？”我摇了摇眉，他轻笑一声，摇了摇头，低着头做什么？难不成我还会吃了你不成？我连忙抬头，有种偷看被抓包的窘迫。是，我是在看你。谁让你长得好看？请问这位好看的先生，我的牛排切好了吗？任一恒闻言，菲薄的唇角微微上，
将切好的牛排递给我，眼神中像是蓄满了无尽的柔情。快吃吧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我点点头，接过牛排，小口的吃了起来。不得不说，这家的牛排味道真的很不错，即使我没有抬头，也感受到了一道灼热的视线在盯着我看。席间我们谁也没有再次开口说话，直到吃完后，任一恒递给我一张餐巾纸，我接过优雅的擦了擦嘴角。任一恒这时也放下了手中的刀叉，身体微微前倾，认真地看着我。明熙，有件事我想跟你说。我心微微一提，抬头看向他，什么事？他眸色深邃，像是藏着无数的情绪。3天后是 M 医疗所的庆功宴，你能作为我的女伴出席吗？听到这话，我心猛地一紧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有些不太懂了。他到底想干什么？他轻轻地笑，带着点勾引和促狭，缓缓道，你不愿意吗？不是，我连忙否认。既然不是，那就是愿意。那我过几天来医院接你好吗？任一恒的脸上露出一抹狡黠笑容。为什么是我？心脏处猛烈的跳动，像是要溢出心脏。任一恒微微一笑，语气中带着几分认真，想听实话还是假话？闻言，我眉间微微蹙起，实话，因为你的存在对我们这一次的庆功宴很重要。作为 M 的总裁，我想邀请你出席。那假话呢？第20章，不告诉你，此项是单选。听到这话，我没忍住微微一笑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到时候会去的。吃完饭后，我们并肩走到门口，我率先开口，天色不早了，我们回去吧。任一恒深深地注视着我，眼中透露着我看不懂的情愫。好，宁熙，我送你回去。我点头答应了下来，麻烦你了，我欠你的越来越多了。他蹙着眉打断了我的话，什么欠不欠的？这都是我甘愿为你做的。要真说欠你带给我的荣耀，能让我名垂千秋。听到这里，我没忍住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换做任何一个人都会成功的，这并不是我带给你的，而是你自己带给你的。好了，但是我还是要谢谢你安慰我。时间过得真快啊！我看着路上的街道两旁耸入云端的摩天大厦，楼层上零星着亮着灯。任一恒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是啊，对了，你想不想知道在你离开的这10年发生了什么？闻言我点了点头。任一恒看了我一眼，等会我让助理给你发一份文档，你就知道了。崔和优和萧劲因为你遭了不少罪，自从你被我们冷冻后，温思年知道了崔和优假死离开了真相后，大发雷霆，崔和优和萧劲跑到国外去了。听到这里，我不以为意。什么叫因为我？他那是因为温家，当时我也是因为温家。虽然说崔和优和萧劲确实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但是罪魁祸首永远是温家。任一恒听到这话轻笑一声，你比我想象的还要看得透彻一些。不过有人说温思年之所以这么对萧劲和崔和优，都是因为爱你。爱我呵？怎么可能？他爱的是崔和优，他只是接受不了崔和优欺骗他。别什么屎盆子都往我身上扣，我一点也不爱温思年，像他那样的人就应该下地狱。坏事做尽之后说他不知情，这不纯纯可笑吗？任一恒闻言，眼底闪过一丝狡黠。那么说你不喜欢温思年？我非常不理解，我是有受虐倾向吗？喜欢温思年？任一恒，我是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吗？喜欢他我不要命了吗？任一恒愣了下，随即歪着脑袋低笑几声。他没回答我这个问题，而是盯着我的双眼，缓缓开口问道，顾宁熙，那你有喜欢过谁吗？听到这话，我微微一愣。喜欢？高中的时候喜欢过一个学长，后来毕业以后他就出国了，这个算吗？任一恒点了点头，当然算啊。你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？闻言我点了点，当然记得。突然我心里忽然升起一丝疑惑，不是你问这个做什么？任一恒嘴角勾起一抹邪笑，了解一下你的喜好，到时候庆功会好好打扮，万一就入了你的眼了呢？入了我的眼，这有什么用吗？我看着他有些不解，任一恒却笑得愈发灿烂。当然有用，你真是榆木脑袋，看不出来我想上位吗？他的话语中带着几分调侃，却也让人无法忽视其中的认真。第21章，
我脸颊微红，有些不知所措。你别开玩笑了，我现在没心思谈这些。任一恒却仿佛没听到我的话，自顾自地说道。那我就等你有心思了再说。我愣了一下，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怎么不好说？任一恒挑眉，眼神中就带着一丝侵略。任一恒于我而已是救命恩人，现在我的病已经注定了，我活不了多久，是个将死之人。任总别开玩笑了，你知道的，我是个将死之人。如果不是你，我活不到这个时候。任一恒微微皱眉，转过身，忽然握住了我的肩膀。顾宁熙，我不允许你这么说。当初我既然能让你活到现在，现在我就有办法能让你活下去。况且脑癌也不是不可以被治愈的，现在目前已经研究出了一种细胞可以对抗癌细胞。听到这话，我眼前一亮，真的吗？胸膛克制不住的上下起伏着。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好了，上车吧，我早点送你回医院。他一说这话时，替我拉开车门，眉眼含笑地看着我，笑起来宛如和煦的春风拂面而来。我看着他，呼吸一窒息，心猛烈地跳动起来。快走吧。我低下头，连忙坐了进去。一路上，我的目光都望向窗外，脸热的发烫，月色平铺洒向大地，银色的光辉笼罩着这座繁华的城市，给夜晚增添了几分静谧与神秘。我不停地用指尖摩挲着衣角，心中涌起一丝难言的情绪。任一恒透过后视镜看了我一眼，嘴角勾起一抹温柔的笑意。宁熙，你在想什么？我回过神来，连忙摇了摇头，没什么。他轻笑一声，没有再说话。半个小时后，停在了 M 医学医院门口。任一恒刚准备起身下车替我开门，就被我制止了。没事，我自己下去就好。下车后，我转身对任一恒说，今天谢谢你了，我先回去了。他点点头，嘱咐道，今天和明天你先好好休息，后天我接你去参加庆功宴。好。回到病房后，第二天我起来后感觉脑袋昏昏沉沉的，我拿起手机就看着到了弟弟发来的信息，姐我先回去了，今天爸会过来，到时候你要是饿了想吃什么跟爸说啊。看到这里，我回了个好于安，你自己也要注意休息。这段时间一直都是我爸爸和弟弟交替照顾着我，弟弟上班的公司不能请长假，所以白天大多数都是爸爸。阳光透过窗台落到室内，我爸从门口一进来，看到我起来，连忙上前问道，囡囡，早餐吃点什么啊？爸爸去买。我想喝南瓜粥。我爸听到这话，眼底都是笑意。好，爸爸去给你买。哦，对了，昨天任总带你去医院检查的结果怎么样啊？囡囡听到这话，我笑看着我爸，安抚道，爸您别担心，现在医学很发达，听说现在已经研究出了可以抗癌细胞的了，精准打击，而且不伤害其他细胞，您就把心放肚子里吧。我爸闻言点头，这才走了出去。第22章，庆功宴这天来的都是 M 的人，就是门口多了一些报社的记者。我和任一恒简单的回复了一下他们的问题后就进去了。吃完饭后，任一恒送我回了医院。第二天清晨，任一恒早早的起来，陪着去脑肿瘤医办理住院。到医院后，他先扶着我坐到长椅上，随后去替我缴费。他刚离开没一会儿，我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女声，顾师姐。我回头一看，就见到崔和优穿着病号服，站在不远处一动不动地看着我。他相比于10年前憔悴了好多。一瞬间，我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。崔和优看见我面上闪过一丝狰狞，你不是死了吗？你为什么还活着？温思年想让我给你道歉，我告诉你不可能，反正我也要死了，我要杀了你，就是你害我变成现在这样的。我看着崔和优脸上接近癫狂的模样，连忙起身，吓得后退几步，摔倒在地上。他一把骑到我的身上，双手死死地掐着我的脖子，我双脚剧烈地扑腾着，一股强烈的窒息感袭来。这时崔和优被人狠狠撞开，任一恒看到这一幕，眼底都是震惊。他一把狠狠推开崔和优，恶狠狠地朝他道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谁允许你动顾宁熙的？崔和优一手撑着地，看向我，还肆意地笑着，我就是要让他死，我要让他死，凭什么？
在呼吸到新鲜空气的那一瞬，我猛地咳嗽了2声，随后一口鲜血喷薄而出。我的眼中闪过一片白光，耳边轰鸣一片，世界在此陷入了一片死寂。快来人，这里有人吐血了！再次醒来的时候，鼻尖弥漫着刺鼻的消毒水的味道，我的头上被缠上了一圈的纱布，眼前一片白茫茫的，什么也看不见。我下意识地抬手，指尖监护仪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，在安静的病房里格外清晰。此时我感觉自己浑身无力，头也疼得厉害，就像是被打了麻醉一样。这时一道清冷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：明熙，你醒了，你终于醒了。是任一恒。恍惚间有什么冰凉的东西落到了我的手上，像是眼泪又像是错觉。他微微替我拨开眼前的纱布，光从纱布的缝隙之中透了进来。我点点头，感觉脑袋麻麻的。我睡了多久？任一恒的眼眶有些泛红。没多久。你刚醒，要不要喝点水？说着他就倒了一杯水给我。我摇了摇头没接，继续问道：我这是在哪儿？为什么头上要绑着纱布？我抬手摸上了头上的纱布，有些疑惑。明熙，你刚做了开颅手术，现在需要静养崔和优伤害你的事儿，我已经报警处理了，医院的监控都可以证明，他想杀了你，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。任一恒说这话时脸色微沉，语气中是他从未有过的在意。我回想起崔和优掐着我时的力道，心底一阵害怕，有一瞬间，我真的感觉自己要死了。任一恒看出了我的害怕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温柔地说：明熙，这次你也算是因祸得福，你这一摔大出血，没办法，只能紧急动开颅手术，刚好碰上周教授坐台，他给你动的手术，你脑海中的肿瘤已经被他成功摘除了，你现在已经没事了。我听到这话，我攥紧手，不敢置信地问道：真的吗？你的意思是我可以不用死了？任一恒听到这话微微蹙眉：你本来也不会死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第23章，我激动得热泪盈眶，紧紧地握住任一恒，握住我的手。谢谢你，任一恒，如果不是你，我估计已经死了好几次了，我欠你的好像还不清了。任一恒脸上露出一抹温柔的笑容，与其说谢我，不如好好考虑考虑我。听到这里我一愣，心口猛烈的跳动让我无法忽视。任一恒，你是认真的吗？还是说只是玩一玩？我看起来很像花心的人吗？从小到大第一次追女生，还要被质疑是不是认真的。顾宁熙，我在你心中是不是很失败？任一恒看着我，他漆黑的眼瞳宛如化不开的黑夜，眼底掠过一抹暗淡的神色。我生怕他误会，连忙辩解道：不是的，我只是太没安全感了。任一恒微微蹙眉，歪着头问道：只是什么？我看着任一恒摇了摇头：没什么，如果是你的话，我愿意试一试。那么说你是答应了？任一恒双漆黑的眸子骤然瞪大，眼底满是不敢置信。他又问了一遍：你刚刚是答应了吧？我轻轻地嗯了一声。任一恒眼底浮现一丝亮光：顾宁熙，那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？你说出来的话不可以反悔，不反悔你想是什么关系？女朋友对我们这个年纪太不负责，未婚妻吧，等你病好了，我们就去领证。任一恒说完，脸上满是笑意：这么快？你不怕我分你财产啊？就怕你不分我。看着他，也忍不住笑了起来。这时病房的门被推开，我爸端着南瓜粥走了进来。他看到任一恒也在时，愣了下，随后道：任总也在啊，明熙爸爸给你熬了南瓜粥尝尝。任一恒从我爸的手中接过南瓜粥：叔叔好，这我来就好。我爸眼底闪过一丝诧异，但还是把粥递给了任一恒。他走到我的床边，给我倒了一杯水，朝我温柔地说：囡囡，喝点水润润。我点点头，刚想接过任一恒，就先一步接过：叔叔，宁熙现在还没恢复好，我来喂他吧。这殷勤的有些过头了，导致了我爸的目光一直在我俩身上来回流转。下午的时候，我爸来到病房，他给我剥了一个橘子，问我：囡囡，你是不是喜欢任总？我一愣，没有否认。爸，您怎么突然说这个？我爸的表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了，他看着我说：
囡囡，任总长得好看又救过你的命，可是他年纪不小了。我前几天看电视，他有老婆，你可不能当小三啊。听到这话我微微一愣，他有老婆？爸，这事儿你确定吗？我爸闻言微微蹙眉，有些生气，傻囡囡，爸爸难不成还能骗你吗？你可不能往这火坑里跳。之前你给我和你弟弟留的钱，还剩下500万，你改明吧，这钱还给任总，不够的话我们到时候再想想昂。听到这话我攥紧手，垂下眸，我知道了爸，你先出吧，我想自己一个人待一会。我爸闻言看着我，最后叹了一口气，转身离开了。我一个人躺在病床上，回忆起前面他跟我说的话，未婚妻，他连老婆都有了。我拿出手机给任一恒发消息，任总，我后悔了，我不想和你在一起。这消息发出去没多久，我刚放到桌上的手机，此刻屏幕亮起剧烈的震动着。我躺在病床上，被无尽的孤寂包围着，房间病房的灯忽明忽灭，不知为何我感觉胸口闷得厉害，就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，无法呼吸。1个月后，很快出院的日子就到了。在这1个月里，任一恒一次也没来过，我的心也渐渐平静，宛若一潭死水。好不容易的一次春心萌动，可是人家居然已经有老婆了。我打开手机，看着1个月前他给我发的短信，心间一阵刺痛。顾宁熙耍我好玩吗？你真是好样的。出院前1天，我弟弟来接我回新家，他给我发了一条微信，姐，这路上也太堵了吧，办完出院手续你就在马路边稍微等我一下。我刚回了一个好门就被打开，我猛地抬头，对上了一双漆黑如墨、平静如水的眼眸，在看见他的一瞬间，寒意顺着血管蔓延至全身。温思年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温思年身着一袭裁剪得体的西装，后面跟着2黑衣人，他眸色一沉，缓缓开口，听说你跟任一恒分了。听到这话我微微蹙眉，这是我跟他的事儿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冷笑一声，你跟我吧，无论是钱或者是权我都给你。我冷冷地注视着他，毫不留情地拒绝，温总，我不需要你说的这些，我现在只想和家人待在一起。温思年冷笑一声，这可容不得你选，你想干什么？第24章，他一抬手，2名保镖就上前了。我看到这一幕，眼底都是不敢置信，下意识地拿起手机给任一恒发消息，也不知道发没发出去。温思年，你这是想做什么？我警告你，你这是违法的。温思年冷笑一声，眼底闪过一丝疑惑，你为什么这么抗拒？我有说过我要做什么吗？我一愣，当我看见那2个身着黑色衣服的保镖提起了我收拾到的行李后，我眼底都是惊讶。温思年，你要对我的行李做什么？温思年脸上有些不自然，听说你今天出院，接着陷入一片安静，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再说话了，他却再次开口，我来送你回家。我眼底都是不敢置信，不是温总，您是吃错药了吗？我需要您送我回家吗？我弟弟等会儿回来接我，就不劳烦您了。温思年微微蹙眉，他垂下眸，你弟弟的腿好些了吗？我听到这话，生气的双手攥紧拳。温思年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强行压制住内心的怒火，平静地说，不劳您关心，我弟弟的腿恢复得很好，现在已经能够正常下地走路了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可以告诉我，我可以帮忙。他上前一步看着我说道，听到这话，我简直要吐了。当初我弟弟需要钱的时候，你让我陪别的人，现在来说这些漂亮话做什么？不要告诉我，你真的如外界传言那样爱上我了。温思年的眉头皱得更紧了，他似乎在思考我说的话。明熙，你当初但凡同我服个软，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。服软，听到这话我简直要气笑了。温总，我不想跟你说了，你现在也不必这么假惺惺地问来问去。当初如果不是你，我们一家不会变成现在这样，我会很幸福的和爸爸妈妈弟弟待在一起。现在的我或许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梦想，或许已经结婚有一个可爱的女儿，但是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了。我这话刚说完，这时门被推开了，任一恒穿着褐色的西装内衬就走了进来。他看到温思年的时候，拳头捏得咯咯作响，
温思年，你找宁熙做什么？温思年上下打量了他一眼，毫不客气地说，我要重新追顾宁熙。你们分手了，要么你把他让给我，要么我们公平竞争。听到这话，我猛地抬起头，看向任一恒，眼中满是震惊。任一恒一步一步走到我的身边，他目光紧紧锁定在我身上，他宣示主权似的将我揽入怀中，再重新对上了温思年的视线，语气中带着前所未有的嘲讽。重新追顾宁熙，温总，你凭什么认为我会给你这个机会？他的声音低沉而坚定，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中蹦出来的。温思年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就凭我和顾宁熙睡了10年，他身体每一寸肌肤我都了如指掌。听到这里，我羞愤地低下了头。当初我为了自己的家人，没有办法才选择委身于温思年，可我和他之间从来都没有爱，因为我只是他发泄欲望的工具。任一恒目光一沉，冷冷地看向温思年，温总，现在已经过去10年了吧？您这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拿出来讲也不害臊。第25章，温思年一噎，眼底都是不敢置信，难道你不介意吗？任一恒闻言嗤笑一声，我不像某人介意这种虚名，我在意的是宁熙。听到这话，我心中一紧，偏头望向任一恒，他的眼神温柔而坚定，仿佛蕴含无穷无尽的能量。任一恒拉着我的手离开了医院，将我塞到了库里南里。我看着他越靠越近，下意识地往后座上蜷缩着，他却攥着我的脚踝扯了回去。接着我的脸被指尖端住扭了过去，男人一只手禁锢住我的下颚，铺天盖地的吻落了下来，冰凉的触感贴上了我的唇，蹂躏着，呼吸交织在了一起。我感觉自己快要不能呼吸了。宁熙，我听到温思年，那说你我很生气，你的过去我不介意，但是你的未来我想要参与。男人高大的身形压得我喘不过气，所以你别再拒绝我了好吗？我也是人，我的心也会痛，我也会难过的。他下车，一手搭在车顶上，俯身将我禁锢在后座上。虽然我不知道你那天为什么改变主意，但是我不会就此放弃的，我就是要和你在一起。所以看在我这么执着的份上，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？听到这话，我的心脏一阵绞痛，闭了一下眼睛，把头转开去，半晌才回过头来，泪水还是从眼角滑落。机会？任一恒，你结婚了吧？为什么要骗我？任一恒听到这话微微一愣，眼底都是不敢置信。我什么时候结的婚？我自己怎么不知道？你还想骗我？任一恒不可思议，苍天可见我骗你什么了？听到这里，我也有一丝动摇。等等，你说的不会是之前媒体爆出来的那个女明星吧？她是我姐，我亲姐，当时就有媒体捕风捉影说我们结婚了，但是当时我姐也没澄清。你说的不会是这个吧？我愣住了，难道我爸看到的也是这个，所以才会以为任一恒已经结婚了吗？他拿出照片给我看，我这才知道闹了一场大乌龙。我摇了摇头说道，我不知道，这个是我爸告诉我的。任一恒闻言摸了摸我的头，低声道，这事儿交给我处理，我让我姐去澄清。那我们之前说的话还算吗？我闻言没有说话，找准机会先一步溜下了车，等你处理好了再说吧。他慌忙关上车门，拽住我的手，你得给我一个答案，不然我心慌。我微微蹙眉，眼底都是不敢置信。不是你一个大老爷们的心慌什么？怕你离开 B 是我沉默一瞬，掰开了他的手，实不相瞒，我确实要离开 B 市了，我要和我的家人一起去海城，所以我们算了吧。任一恒攥紧手，不能算了，你如果想去海城，那我就陪你去海城，刚好我父母也都在海城，到时候就可以顺便见见我父母了。那 M 怎么办？招待里 CEO 你在哪儿我在哪儿？我蹙眉，我讨厌有人为我牺牲什么。M 是你这一辈子的心血，我给你这个机会，我们可以在一起，可以异地。如果那天你觉得不合适了，我们就分手。任一恒垂眸答应了下来。叮铃铃，我摁住震动的手机，低头一看是于安的，我忙按下接听。喂，于安，你到了吗？姐，我到了，你在哪儿呢？电话那头传来于安的声音。
我环顾四周，终于在一条街道旁看见了于安的身影。这时候，一辆油罐车突然失控地往停放的车辆直直地撞去，我瞳孔骤然瞪大，心猛地一紧，于安，你快躲开！砰的一声碰撞声，剧烈的碰撞声，四周迅速燃起熊熊烈火。我疯了似的朝于安跑了过去，于安，